我就赖，你能拿我怎么办？俄罗斯被老美制裁后，日子过得更滋润了，直接破罐子破摔，全国放盗版迪士尼，零成本全是利润。这次连地表最强法务部都沉默了，所以老美的制裁到底制裁了谁？从俄乌战争开始到现在，老美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19轮制裁了，大到家电用品，小到马桶盖，一样也不给人家留。俄罗斯也干脆摆烂了，既然干什么都会被你们制裁，那我们可就什么都能干了。从迪士尼、苹果到麦当劳、宜家，2年多来超过1000家西方公司撤出俄罗斯，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空荡荡的商场和门店，更是一块巨大的市场。既然西方不要这块蛋糕中粮，那我可要去了。规则没了，游戏就变了。当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法、金融支付体系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一夜之间失效时，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停止转动，它只是换了一种更疯狂的方式继续运转。事情是这样，由于西方制裁，迪士尼早已暂停在俄罗斯的所有业务，包括新电影发行。结果俄罗斯影院反手就把盗版《疯狂动物城2》配上俄语配音，在全国公开上映。有在俄华人去看了，画面还挺清晰，票房表现也不差，首周票房就达到了228万美元，而且这钱一分都不用分给好莱坞。迪士尼号称全球最强法务，但这次他们是真的没辙了，因为正版到不了的地方，律师函也到不了。就算他们费劲进去了，俄罗斯的法院也大概率不会受理他们的起诉。但我很好奇的是，被老美制裁这2年多，俄罗斯是怎么过的呢？疯狂动物城盗版事件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在水面之下，一整套被称为平行进口的灰色体系正在支撑着俄罗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什么是平行进口？说白了就是官方授权的渠道断了，我就找第三方搬运工。这些搬运工通过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土耳其等中间国家，把苹果手机、宝马汽车、香奈儿包包，甚至麦当劳的原料，想方设法运进俄罗斯。以前你买部 iPhone， 钱是付给苹果公司的，现在你买部平行进口的 iPhone， 钱可能流向了迪拜某个贸易公司。手机从中亚某国辗转入境，价格贵了 30%、-50%， 保修不存在的。俄罗斯政府不仅默许了这种行为，甚至在2022年直接将其合法化。理由很简单，老百姓总要生活，国家总要运转。这就像家里突然被断了煤气，你总不能活活饿死，只好在院子里支个土灶捡柴火做饭，样子是难看了点，但饭好歹是做熟了。更绝的是那些山寨玩家，麦当劳走了，原班人马，原样配方，甚至原来那个金色拱门 logo 摇身一变成了就是美味餐厅，开的比原来还火。肯德基变成了 Rostix， 星巴克变成了 Stars Coffee， 这些本土替代品牌靠着熟悉的味道和更低的价格，迅速填满了市场的胃。对他们来说，西方巨头的撤离不是危机，而是千载难逢的商机，没有成本，全是利润。当然，光靠放盗版电影和卖山寨汉堡撑不起一个大国。俄罗斯经济真正的2根台柱子，一根叫能源，一根叫军工。先说能源，欧洲不买没关系，东方有买家。俄罗斯把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一转，加大了对中国、印度等国的出口。虽然价格打了折扣，运输成本也高了，但石油和天然气依然是滚滚而来的现金流。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尽管受到制裁和价格上限的影响，俄罗斯2023年的石油出口收入仍然超过1400亿美元。日子虽然稍微紧巴点，但是离了老美照样转的。另一根柱子是军工。俄乌冲突让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开足了马力，工厂24小时运转生产炮弹、坦克、无人机，这直接带动了冶金、化工、电子等一系列相关产业，失业率不存在的。很多工厂还在为招不到人发愁。莫斯科街头的繁华，某种程度上是由千里之外战场的需求所支撑的。这是一种残酷的战争，经济繁荣，它创造了 GDP 数据，带来了就业岗位，代价却是无法估量的。经过2年多的极限压力测试，俄罗斯经济展现出一种惊人的韧性，或者说是一种制裁免疫体特质。它的逻辑很简单，当所有常规的道路都被堵死，你就会被迫在荒野中踩出一条新路，不管这条路多么颠簸。金融上，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系统，美元、欧元不好用了，怎么办？那就大力推进去美元化，在国际贸易中更多的使用卢布、人民币甚至印度卢币。俄罗斯的金融系统和外界没有完全断开，而是重新接上了一套非标的接口。科技上，英特尔、台积电不卖芯片了，俄罗斯就大量进口来自中国的民用芯片，拆解全球各地的洗衣机、游戏机，获取其中的半导体。高端制造固然受阻，但维持基础工业和生活消费的替代供应链已经初步形成。心态上，那种既然被全世界针对，那就破罐子破摔的实用主义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上映盗版电影而不觉羞耻，
正是这种心态最直观的体现，道德和规则的枷锁在生存和民族情绪面前被暂时搁置了。但是这种免疫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首先，生活水平全面下滑，通胀一度高达2位数，虽然现在有所缓和，但物价依然高企，进口商品变得昂贵且稀缺，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被严重侵蚀，普通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钱不值钱了，选择变少了。短期这样是个办法，但长远竞争力受损，盗版和创新是死对头。当一家公司可以毫无风险地盗用别人的创意时，他自己投入研发的动力何在？当平行进口能轻松获利时，谁还愿意费力去打造本土品牌？这种拿来主义模式正在悄悄侵蚀俄罗斯经济未来的根基，而且这终将会导致俄罗斯与国际社会彻底脱轨。俄罗斯经济正在变成一个庞大而孤立的平行宇宙，这里通行着自己的规则，流行着自己的替代品牌，运行着一套与主流世界经济体系迥异的逻辑。短期内它或许能自给自足，但长期看，技术的代差、人才的流失、创新的枯竭将是难以弥补的内伤。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正在将贸易重心转向东方和其他地区。俄罗斯经济特区如今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居民，他们投资了近2000亿卢布，创造了1.1万个就业岗位。俄罗斯正在与伊朗合作生产清洁产品，与白俄罗斯合作生产农业机械，并与印度合作在当地生产医疗产品。自2023年起，俄罗斯实施了黄金签证机制，为外国投资者简化居留许可获取程序。已有来自中国、美国、土耳其、德国、韩国等国的投资者利用了这一机制。盗版电影这事儿证明了，当一个大型经济体铁了心要活下去时，常规的制裁手段确实难以将其击垮。对于俄罗斯普通人来说，他们坐在影院里看着盗版的朱迪兔和尼克胡时，获得的或许是1-2个小时的廉价快乐。但走出影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选择更少、价格更高、前途更不确定的真实世界。这场疯狂动物城的现实上演没有赢家，它只留下一个问题，让全世界思考：当经济沦为地缘政治的纯粹工具时，人类共同建立的商业文明与规则，最终还剩下什么？